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阿姨，我认为两个人是否相配，并非单纯基于外在条件，而是看心灵的契合。我瞥了一眼旁边的陈阳，期盼他能站出来说点什么，但他却好似没听见他妈的挑衅，只顾着吃他的饭。张丹更是满脸的不屑。我说话比较直，但我觉得你跟我儿子真的不相配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猛地站起来，拽着陈阳就往外走。陈阳生气地挣脱我的手。秦浅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爸妈都还在场，你这样把我拉出来是什么意思？他竟然还有脸质问我。我感觉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他。陈阳，你妈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她觉得我配不上你。陈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我妈说的不对吗？你一个二本毕业生，月薪就那么点，你怎么配得上我？听到这话，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和陈阳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一直为了他的自尊心而隐藏自己的真实学历和工作，却没想到这些如今竟成了他看不起我的理由。哼，陈阳，我今天算是彻底看清你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们就到此为止，分手吧。陈阳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决绝，他急忙拉住我。浅浅，别这样，那是我妈的想法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爱你，你就敷衍他一下，毕竟以后是我们俩过日子，又不是跟他。陈阳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，我强压着怒火，跟着陈阳回到了包间，却见到桌子上多了一个女孩，此时正在和张丹看我带来的礼物。那是我给张丹准备的化妆品礼盒，一套价值1万多。伯母，这化妆品可是很贵呢。陈阳哥的女朋友真是有钱，这都买得起。张丹看了一眼那化妆品，哼了一声，眼中满满的嘲讽。就他一个月3000的工资，能买得起这些东西吗？肯定是假的，我可不敢用，我怕烂脸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握紧了拳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女孩此时发现了我们，朝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。在见到陈阳之后，她站了起来，面带羞涩。陈阳哥，你回来啦！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女孩对陈阳的爱意，可陈阳压根没有和我介绍的意思，已经过去和女孩说话了。他们谈笑风生，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没好气地问了一声：陈阳，他是谁？陈阳还没说话，张丹倒是先警了我一眼，完全没有被我发现他们在说我坏话的窘迫。他盛气凌人地说道：秦浅，我可以不在乎你的学历和家庭，让你嫁到我们家，但是你得做小。燕燕已经是怀了陈阳的孩子，她必须是我们家的媳妇。这句话震得我头脑一片空白，我觉得我是在做梦，如此炸裂的事情居然让我碰到了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看着陈阳。陈阳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妈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陈阳脸上多了一些心虚，他支支吾吾地来到了我身边。浅浅，你听我说，陈燕是我邻居的女儿，上次我回家的时候喝多了，就发生了关系。可我不喜欢她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只想和你结婚。我气得发抖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把桌子掀了，抬手给了他一个巴掌。你他妈的混蛋！陈阳，大清已经亡了，你还想要娶大小老婆？你的脸呢？这句话我几乎是嘶吼出来的，我的巴掌也用上了力气，把陈阳给打了。陈燕和张丹见陈阳被打，一起上前关心着陈阳，就连一直没有出过声的陈爸也走了过来。有话说话，干什么动手打人？我们陈家可要不起你这样的媳妇。他板着脸，不满地看着我。
陈阳更是恶狠狠地对着我说：“秦浅，你他妈敢打我，你不要命了！”他说完，居然还想对我动手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才躲过。我开始重新审视他。陈阳虽然有缺点，可平时对我很不错。没想到回了一趟家，居然就原形毕露了。陈阳，我们完了！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陈阳却十分不屑：“你已经和我同居了，跟我分手，我看谁敢要你！”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我没有搭理他，拿着我带来的东西跑出了饭店。我和陈阳在一起2年，今年母亲节筹备着回家见家长。为了这次见面，我提前1个月就做了准备，高级化妆品，还有极品茅台，各式各样的礼品盒，几乎每一样都是最好的。我比陈阳挣得多，家庭条件也比他好。平时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在陈阳面前拿出来，生怕打击他的自尊心。所以东西买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换了包装，看起来不那么高调。而我花的心思在这一刻都在嘲笑我的愚蠢。把东西拿到了车上，我启动了车子离开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和陈阳在一起的这2年里，我是付出了心血的。可现在事实给了我当头一棒，把我之前的一切都打碎了。我一路回了和陈阳的家。陈阳工资不高，这里还是我租的。陈阳并不知道这里的房租，我骗他这里很便宜。可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，这样一个一居室又能便宜到哪里去？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打电话和房东退房，押金不要了，租金也不用退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快把陈阳给赶出去。房东同意了，我搬回了家。我家是本地人，父母是做生意的，家里的条件很好，他们从来就不看好我和陈阳的这段感情。见我回来，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妈妈耐心地安慰我：“浅浅，现在看清楚了他也好，之前我和你爸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这一刻，所有的委屈顷刻涌了上来，我抱着妈妈大哭了一场。爸爸是对我之前的做法有气的，可是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一句责备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别哭了，分手就分手了，要爸爸帮你教训一下他吗？我擦干眼泪，摇头，我自己来，我一定会让陈阳付出代价的。可还没等我动手，陈阳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。电话里，陈阳咬牙切齿地质问我：“秦浅，你有意思吗？为什么要把房子退了？现在房东把我的东西都给扔出来了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！你要是现在回来给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”我差一点就要笑出来了，之前真是一点都没有发现他这么不要脸。陈阳，你的脸呢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房子是我租的，分手了，我肯定是要把房子给退了的。以后你可不要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恶心。我一点也没有客气，看到陈阳现在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之前自己是看上了他哪一点。陈阳气急败坏：“秦浅，你他妈有病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样的无能狂怒，我不想听。房东给我发了消息，发了陈阳被他赶出去时候的狼狈样子，像个丧家之犬。陈阳本来想要重新租房子的，可是听到房东说的房租之后，就没了下文，屁颠屁颠地收拾东西离开了。我这才心情好了不少。最近公司有一个项目需要我跟进，所以我忙了起来，没有过多地关注陈阳。我是真没想到陈阳会这么不要脸地找到了我上班的地方。他带着张丹蹲守在我公司楼下，见到我之后，2人过来拦住了我。张丹直接破口大骂：“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跟我儿子谈了这么久的恋爱，都和我儿子同居了，现在说分手就分手，我儿子这么长时间的青春费赔一下，
不然我让你公司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被人穿过的破鞋。张丹的声音很大，现在正好是上班的点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听到张丹的话，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。我真是被气笑了，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脸来这里叫嚣的，真是搞笑。我和你儿子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一直都是我在养他，还要我赔精神损失费。你们倒是提醒我了，我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找过来了。我和陈阳在一起2年，花了我多少钱？今天咱们就算一下吧。说着，我拿出了手机，打开了计算器，当着陈阳和张丹的面算。首先，在一起2年，每个月的房租5000块，水电费1000，我俩一人一半，就是36000。陈阳还需要给我72000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张丹就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你简直就是放屁！你就是个二本，一月工资3000，能租得起5000的房租吗？想讹人是吧？快来人啊！这个女人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候，花了我儿子这么多钱，现在分手了还想要讹人，大家来看啊！”张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声泪俱下的控诉。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都在对着我指指点点。陈阳见到这样的场景，眼神中带着计谋得逞的笑意。他走到我的面前，小声的威胁：“秦浅，只要你现在和我复合，把房子给我租回来，我们还可以像之前一样。陈燕待在老家，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感情的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今天我就要你身败名裂。”他的样子实在恶心，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自信说出来这种话的，真是既要又要，哪里有这样的好事？我甩开他，想要抓着我的手。清朝，怎么？你们怎么好意思来这里的？你们不是说我要嫁进你们家就要做小吗？你家有皇位要继承，我可不敢和你们家沾上关系。对了，你那个已经怀孕了的大老婆呢？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？我的声音也很大，周围人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都大为震撼，指着陈阳大骂：“出轨的人还来找人复合，还要人当小，你咋不上天呢？”陈阳反驳：“不是的，他是胡说的。”可惜的是，没人相信他的话。有的人甚至拍了陈阳和张丹的视频发在网上。陈阳见此情形，什么也不敢说了，赶紧拉着张丹灰头土脸地离开了。只是离开前还狠狠地看了一眼我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他扯，我的项目正是要紧的时候，对付渣男有的是时间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我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项目上，压根就没有时间去关注陈阳。直到项目结束，我走出大厦，迎面被人吐了一口唾沫，幸好我动作灵敏地躲开了。那人显得很遗憾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婊子，还活在世上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死！”我被骂得一头雾水。“你找错人了吧？”那人把手机拿给我看：“你是秦浅吧？你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？”我接过了手机看了一眼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气得我火冒3丈。这就是造谣，不要信。那人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没时间搭理他了，打了一辆车离开了公司。一路上司机偷瞄我好几次，眼神中也对我带上了鄙夷。这一切都是拜陈阳所赐。上次他和张丹在公司楼下闹事的事情被人发上了网，他们小火了一把，陈阳干脆利用了这波流量开始卖惨。他说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，谈恋爱期间都是他在养着我，我现在攀上了高枝，所以才不要他了，还编造出了他出轨的事情。陈阳在视频里哭的那叫一个悲痛，好像那个被抛弃的人真的是他似的。张丹和陈阳爸爸也在网上老泪纵横，要求我赔偿这2年来陈阳花在我身上的钱。视频的最后贴上了我的照片。看完了整个视频，
我的脑袋直发晕，他们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呢？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。公司给我打了电话，老板是我爸的朋友，平时对我也很照顾。浅浅，网上的事情你给处理一下吧，这一段时间你忙着项目的事情，我没打扰。现在舆论压力确实有些大，有人已经打电话给公司了。虽然我相信你，可是公司要你正常运营的。老板说的委婉，我知道这件事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，已经到了走到大街上都会被人吐口水的地步了，大概也是尽人皆知了。我立马和老板保证，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，肯定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挂完电话，看着手机上那一家三口的恶心嘴脸，越来越觉得之前的我是眼瞎了，不然怎么会看上了陈阳，还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真是被鬼蒙了眼了。不过既然他们想玩，我也不介意奉陪。我注册了一个平台号，直接把这2年的花销还有房租、水电费缴纳的证明截图发在了网上，说明了这么多年都是我一直在养着陈阳。陈阳虽然是一本毕业，可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吃苦，从来没有在一家公司待超过半年。不是嫌工资低配不上他的学历，就是嫌弃公司老板事情太多，频繁换工作的下场就是他的工资越来越低，就连生活都难以维持，家里的大小开销都是我在付。我一直被他糊弄，相信他是大器晚成，被他的甜言蜜语哄得迷了眼，没想到他就是个烂到骨子里的人。我的证据一放出来，网上一大票人开始反水，反过来开始批判陈阳一家子，说陈阳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自己啥事不干，还要污蔑女方，养条狗都比他好。我看着网上评论一边倒，开心地哼起了小调。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的照片被他们就这样放在了网上，已经有很多人拿着照片恶搞出很多搞怪视频和表情包，每一个都给我贴上了拜金女和一些恶心的代名词。我直接收集证据，把那些转发我照片最多的、骂我骂得最难听的账号，还有其他涉及我的不当言论截图，这些都是我维权的证明。网络不是不法之地，敢发敢说就要敢承担责任。收集完之后，我就打电话报了警，和警察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还把我收集的证据给了我们家一直合作的律师。做完一切，陈阳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大概是看到了我在网上放出来的东西了。电话一接通，陈阳气急败坏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秦浅，你以为这样就能翻身了吗？我告诉你休想，你和我在一起2年，早就被我玩烂了。我的手里有你的照片，你要是不想我把手上的照片传出去，你就赶紧顺着我的话说。我没想到陈阳居然烂得这么彻底。之前在一起的时候，陈阳就提出要拍一些情趣照片，都被我严厉地拒绝了。现在能说出这种话，看来他又偷偷地拍了我不知道的照片。我握紧了手中的手机，很好，证据又多了一条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要是我的照片出现在网上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随后我也懒得和陈阳再说一句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把收集的证据和报警记录全都放在了网上，放下狠话，已经报警。如果有人再肆意诋毁我，传播我的照片，那就法庭见。随后我关上了手机，任由事情发酵。这些天我一直忙着工作，接下来也该要放松一下了。于是我约上好朋友出去逛街，朋友也听说了我的事情。他之前也不看好陈阳，只是因为我一直对陈阳赞不绝口，所以作为好朋友也就没有多说。这下我终于看清了陈阳的真面目，
好朋友也为我高兴，我们一起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。一天结束，找了个地方吃晚饭，一道人影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。看着他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的，男人的手摸上了他的臀部，而陈燕却一点也不生气，甚至乐在其中，还娇笑着躲进了男人的怀里。这个劲爆的场面实在是信息量有点大，我跟了过去，把看到的事情全部用手机拍了下来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我又让爸爸找人调查了一下陈燕。当看到结果的时候，我大为震惊啊！我报警之后，警察认为情节严重，已经立案调查。陈阳和张丹这时候才觉得害怕，想要私了，于是他们把放有我照片的视频给删了，还发了道歉声明。不过只是针对发了我的照片的事情，完全没有提及他们污蔑我的话，甚至又卖了一波惨，再次吸引了一波粉丝。陈阳和张丹约我出去见面，说是要谈谈私了的事情。我笑了，既然他们要见面，那就见面。我到了约定的地方，陈阳和张丹已经到了一会了。见到我之后，张丹对我十分嫌弃，好像我是什么恶心东西似的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撒素？你要多少钱？张丹这话说的那叫一个财大气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家是个什么富裕的家庭似的，其实不过是个3代贫农，多年也只出了陈阳这么一个大学生。之后就像是吸血鬼似的攀附在陈阳的身上吸血，就连家里的田地都不愿意种了。目光短浅，自视清高。我坐在座位上，面无表情地反问：你们能给多少呢？你们做的事情对我的影响可不小啊！我的公司都把我停职了，这些天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补偿一下吧。一听到这，陈阳轻嗤一声：行，你那工作1个月3000，我给你1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，行了吧？还有精神损失费设官失谍，更被设豪再给你多加2000。陈阳坐在那里，不屑的眼神让人觉得恶心。我也笑了，5000块钱，你觉得就能把我打发了？之前谈恋爱这么久，我给你的房租和水电费，还有我给你买的礼物，都算一下吧。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清单，这些都是我这2年给陈阳买的东西。我把清单放在了陈阳和张丹的面前，张丹撒嘴，拿起了清单，嘴上还在炫耀：你真当我儿子付不起吗？我儿子现在已经是有20万粉丝的大网红了，一场直播就能挣你1个月的工资。他看到手上的清单之后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房租就不用说了，陈阳已经知道了价格，2年的房租加水电费是7万2，剩下的就是我买给陈阳的东西。陈阳和我在一起，连个内裤都没自己买过，而我都是给他买的最好的。就像他身上的这件衬衫，就是我买的，6800，还有他手上戴的那块手表36000，每一样我都告诉他不贵，可是每一样都是他负担不起的。陈阳见到张丹不说话了，也拿过了清单，看了看，直接把清单摔在了桌子上。秦浅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1个月工资才3000，这些东西你买得起吗？你这是敲诈，你知道吗？张丹也接话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没错，这就是敲诈，这么多钱，把你卖了都不够，你还敢要？你到底要不要脸？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拿出了我的工资流水，放在陈阳的面前。陈阳，之前我确实是喜欢过你的，为了让你不那么自卑，我说我是2本，1个月工资3000，给你买的东西也都是最好的，呵呵，就当我之前的真心都喂了狗，乖乖把钱还了，我就不计较了，不然咱们法院见。我的话让陈阳的脸色大变，激动地看了一眼我的工资流水，他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这不可能，你就是个二本，怎么可能年薪60万？这是不是你造假的？秦浅，你造假的话，法院是不会支持你的。张丹也看了看，脸色不比陈阳好到哪里去。儿子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一个月工资有5万。张丹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的看，拿着工资流水看了又看。陈阳不愿意相信，假的，他不可能会有这么多钱的，这些都是他在造假。陈阳口口声声在说我造假，可是他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。他是有常识的，工资流水有银行盖章，到底是不是假的，一看便知。他只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而已。此时店里有很多的顾客都在议论这边，有的甚至认出了陈阳和张丹就是网上很火的网红。他们拿出了手机开始拍视频。陈阳见状立刻上前抢夺，这次和我见面只是为了解决我，让我撤诉，这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。他可不想被发到网上，不然网友们知道他就是个软饭男，他可就没办法圈钱了。我不想和他一起上镜，于是招手叫来了服务员，麻烦你把他们赶出这个店，顺便跟这里的保安说，这个商场以后不准他们一家人进来。服务员听罢，就照我说的去做了。他先带着几个人一起把陈阳和张丹架了起来，把他们给扔了出去。陈阳和张丹在我这里受了气，又怎么会再去受一个服务员的气？气得要投诉服务员。你们这家店还想不想干了？我们是顾客，你们居然赶客人！我儿子可是网红，信不信我曝光你们，让你老板开除你？张丹骄傲地像只公鸡，我走了上去，挡在了服务员的面前。他不会被开除，我轻描淡写地说道。张丹指着我，想要对我动手。你个贱蹄子，真是给你脸了！造假工资流水敲诈我们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要不是你，我儿子能这么狼狈吗？看我不弄死你！我带的保镖在他还没碰到我的时候，直接将人给控制住，把他压在身下，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来和他们见面。我怎么可能一个人来？陈阳见到这么多人在，吓得不行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我蹲下身子看着张丹，笑笑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整个商场都是我爸爸的，所以服务员不会被开除。张丹傻眼了，陈阳更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嘴巴里还在说着不可能。我让保镖松开了张丹，今天来的目的你们没有忘记吧？我给你买东西的钱，还有房租、水电、停工补助、精神损失费，加在一起一共51万2千。至于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些破东西，大概就值1万块钱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零，还剩50万。3天之内不把钱打在我的卡里，咱们就法庭见。放下狠话，我带着我的人大摇大摆地离开，留下了一脸蒙圈的陈阳和张丹。3天时间很快，陈阳居然真的把钱凑给了我，我收了钱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陈阳和张丹在网络上再也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，反而还帮着我说好话，说和我之前有误会，让网友们不要再攻击我。可是这样的情况让我心生警觉，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应当是不会做的。果然，在第2天的下午，我回家的时候，居然看到了陈阳一家3口，身边还带着陈燕。陈燕见到我，眼神恶毒，我十分不解。陈阳则是来到了我面前，跪在了地上：“浅浅，我错了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们复合吧。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，以后也只有你一个老婆。你说东我不敢往西，只要你说的，我都照做。”张丹和陈爸也过来了：“浅浅，这件事情跟陈阳没关系，都怪我，是我目光短浅。”陈燕跟陈阳
根本就没关系。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陈阳的种，我们也都是被他骗的。张丹苦着脸，声音温和地劝说。他这个样子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从我和他见面开始，他就一直是盛气凌人、鼻孔朝天的。现在这样八成也就是知道了我家有钱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好处。见我没有说话，张丹又把陈燕拉了过来，让他跟我说。陈燕低眉顺眼地对我解释：姐姐、阿姨和陈阳哥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的孩子跟陈阳哥没关系，是我想要污他才说这孩子是他的，他没有背叛你。说着，他捂着肚子开始小声的哭泣，还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陈阳，委屈的紧。我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陈阳，他眼神中的心疼可是不一般。我冷笑，演戏都演到我跟前了。我故作惊讶地说道：原来你们已经知道了呀，我还以为你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我的表现让他们有些疑惑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好心地把手机上拍的视频给他们看了一眼。这是什么时候拍的？陈阳气急败坏地质问我。我把手机收了起来，就在你们约我见面的那天。怎么，这个男人你们不认识？我可看陈燕挺享受的呢，不会是玩玩而已吧？既然不是陈阳的，那这个男人是谁呢？陈燕，你不会是被包养了吧？陈阳听到我这样说，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陈燕，随后又失望地低下了头。而陈爸则是气得要打陈燕，被张丹给拦了下来。小贱人，我们家供你吃供你穿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你让我们老陈家的脸往哪搁？陈爸说着，做事又要上前去打陈燕。这次张丹没有拦着，陈爸在陈燕的身上狠狠地打了几下，最后是被陈阳给拦了下来。他失望地看着陈燕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陈阳似乎是在隐忍着什么，青筋暴起，却还是没有对陈燕发难。陈燕则是捂着脸小声地哭泣。陈阳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男人他强迫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不敢让你们知道，这个孩子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陈阳失望地看着他，随后又看向了我。浅浅，你能不能把视频删了？只要你把视频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嗤笑一声，陈阳，你当我傻吗？视频删了，你们一家人再联合起来对付我怎么办？我手上可就只有这么一点你的把柄了。陈阳听我这样说，又失望地低下了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件事情看样子是不能善了。最后他们一家人落魄地离开了我的家。离开之前，陈阳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复杂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也没有揣摩他心思的兴趣，直接关上了门。后来我听说陈阳去做了亲子鉴定，孩子确实不是他的。陈家人直接让陈燕把孩子给打了，又把他给赶了出去。可是陈燕不愿意，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，还说陈家就是他的家，死也要死在陈家。张丹被他缠得不行，只好打电话给我，让我高抬贵手把视频给删了，还说会给我一笔钱作为补偿。我嗤笑一声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后来陈阳又亲自来找我，他在我公司楼下等了一天，就为了见我一面。我下班的时候才看到他，他整个人颓废了不少，胡子拉碴的，看起来十分的落魄。见到我之后，他想要上前来拉着我，被我给躲开了。秦浅，我求你了，你把视频删了吧。陈燕她知道错了，她已经知道错了，我求你不要再毁了她了，她已经够可怜的了。陈阳声泪俱下，看起来好不凄惨。可是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秦浅了，我不会再被他的表象所迷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陈阳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
你当初和陈燕联合在一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会不会难过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视频我不会删。陈燕她不是喜欢钱吗？不是喜欢被包养吗？那就让大家都看看她喜欢的到底是什么。我恶狠狠地说完，直接绕过了他，就要离开。可是陈阳却从背后抱住了我。浅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开始奋力的挣扎，可是陈阳却越抱越紧。陈阳，你放开我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再不放开我喊人了。我大声地喊道，可是陈阳却像是没听到一样，还在继续着他的动作。我甚至感觉到了他的眼泪滴在了我的脖子上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有一瞬间的愣神。随后，我开始剧烈地挣扎了起来。陈阳，你放开我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，你死心吧！我大声地喊了出来，希望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。这里离公司不远，这个时间点也还有加班的人，只要我大声呼救，一定会有人过来的。果然，在我剧烈的挣扎和呼救声中，终于有人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。干什么呢？快放开那个女孩！一道正义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，随后我就感觉到抱住我的双手松开了。我趁机挣脱了陈阳的束缚，跑到了那个人的身后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我看向了来人，是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，他身材魁梧，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。他对着我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了陈阳。小伙子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保安大哥正义凛然地说道。陈阳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谢谢你，我再次感谢了保安大哥。他摆摆手，说不客气，还说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情，还可以找他。我感激地点了点头，随后离开。回到家之后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好朋友，他气得不行，说要找人去揍陈阳一顿。我拦住了他，没必要为了这种人渣脏了自己的手。后来我听说陈阳又回去求了陈燕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陈燕居然真的把孩子给打了，而且还离开了那个城市。听说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只是冷笑一声，并没有太大的感触。后来我的公司越做越大，我也越来越忙，陈阳和陈燕这两个人也渐渐地淡出了我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，打开之后，里面居然是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人是陈阳和陈燕，他们看起来过得很不好，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。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字：谢谢你让我们看清楚了现实。我把照片扔进了垃圾桶，并没有太大的感触。这两个人已经不足以影响我的心情了。听说后来陈阳找了一个工作，勉强能够维持生计，而陈燕则是嫁给了一个老男人，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，我只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就足够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在网上刷到一个提问：怎样提升女友的服从性？首评是：博主可以试试三角测量法，通过制造三人行这种混乱的亲密关系，让你的女朋友产生危机感，这样她就会主动降低身段讨好你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在你的相册里放几张你和其他女生亲密又不算太越界的照片，主动让你的女朋友看到，试探一下她的反应。看到这里时，我的心咯噔一下。前段时间，我的男朋友主动让我查他的手机，我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，并不想查，但他说
他想让我更有安全感一些，我便答应了。可我一打开相册，就看到一张他和一个女生亲密的合照。照片里，他们挨得很近，双手比心，笑容十分灿烂。我感觉全身的血液凝固，呼吸也有些困难，似乎是发现我的异常。秦阳连忙解释道：“瑶瑶，这是我妈朋友的女儿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妈就给我们拍了几张照片。”我强忍住内心的愤怒，质问道：“什么照片需要你们做这么亲密的动作？”他笑了笑，眼神中带有一丝无奈。瑶瑶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。如果我心里真有什么鬼，怎么会主动让你查我的手机？这个动作是我妈和那个阿姨提出的，他们想留个纪念，满足没能结成亲家的遗憾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了，好吗？他好声好气地哄了我一会儿，又给我看了他和那个女生的聊天记录，确保他们没有其他来往后，我不安的心才稳定了下来。看着眼前的帖子，我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个巧合，但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往下看。有人骂守平人瞎出主意，万一女朋友提分手了怎么办？守平人却说，人都喜欢被追逐的东西，这样只会显得你受欢迎。他感到不安后，你再哄哄，后面故技重施，让他反复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，他就会加大对你的付出。评论区炸了，卧槽，哥们牛啊！有人蠢蠢欲动，也有人质疑，不是，你们当女生都是傻的吗？楼主胡说一通，你们也信？面对这样的言论，守平人晒出了很多照片。我谈过几个女朋友，恋爱过程中我基本没送过什么礼物，这些都是我的女朋友们攒了很久的钱给我买的。照片里有最新款的游戏机、球鞋、手表、电脑，每一样对大学生来说都不便宜。评论区的人纷纷跪求出书，守平人也得意地分享经验。有几个谴责的言论却被淹没在了铺天盖地的追捧中，而我像是陷入了冰窖一样，一股寒意从头到脚。因为那个电脑是我买的，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钱买来作为1周年礼物送给他的。我出生在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，爸妈重男轻女，从小我就不受待见。上大学后，我遇到了秦阳。秦阳为人体贴，和我的相处中又处处关照我，久而久之，我便喜欢上了他。但我长相普通，性格内敛，从未想过能和他在一起。可他却主动向我表了白，我陷入了欣喜若狂的状态。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，他思考了一会儿，告诉我，他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我很乖巧。我以为那是夸奖，现在想来，原来他只是觉得我好掌控。查手机那件事情发生后，我意识到他身边有很多比我优秀的女生，所以我总会特别在意他和其他女生的相处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感到不安。我总想着在什么地方证明我比其他的女生好。于是我把兼职1年攒下来的钱给他买了昂贵的礼物，他特别高兴，抱着我说我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可我却忘了，这是我们的1周年纪念日，我什么都没收到。我心乱如麻地关掉了手机，不愿意再看下去。明明知道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秦阳，我却还希望那只是巧合。消息通知声不断传来，秦阳给我发了微信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不断亮起又熄灭，却没有勇气去查看。这一刻，我只想静静地待一会儿。没过多久，秦阳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。我感觉一股酸涩从心底翻涌，蔓延到了喉咙，让我无法开口，迟迟没听到我的声音。秦阳有些疑惑，瑶瑶，你怎么了？我顿了顿，
平复好心情。没什么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我预定了你一直很想去吃的那家西餐厅，我们晚上一起去吧。那家店的价格有些小贵，我之前一直舍不得。我有些迟疑。秦阳温和地笑笑，虽然有点贵，但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，我还没送你礼物，迟来的礼物不知道你接不接受。我愣了愣，没有说话。他身边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，或许是有事要忙。他匆匆和我说了地址和时间后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默默地看着手机，再一次打开了那个帖子，首评人的评论已经删除了，我无法再得知更多信息。我怀着满心疑虑去了那家西餐厅。秦阳比我早到一些，看到我，他挥了挥手。我落座以后，他从身后拿出了一束花，脸上充满笑意。瑶瑶，生日快乐！这一瞬间，我陷入了茫然之中，但反应过来后，我内心有些惊喜。秦阳笑着说道：这是我送你的第1份礼物，第2份礼物就是我给你找了个兼职。我妈妈朋友的女儿现在读高中，需要一个家教老师，你成绩这么好，一定可以胜任，工资不比你现在的兼职少，说不定还会轻松一些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感觉心里有些愧疚。秦阳这么好，怎么会是求助帖里的那个人？这份家教工作的工资确实比我之前的工资高一些，但同时家长的要求也很多。我每次往返和备课要花费大量时间，已经和学业无法兼顾了。我每想开口提离职，但看到秦阳期许的眼光，我又咽了下去。我只能不断压榨我的睡觉时间，直至我的成绩开始下降。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现在是大3，正是竞争保研名额的关键时刻，分数低一些就很有可能和保研名额失之交臂。我不应该为了芝麻丢西瓜，秦阳一定能理解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放下了心中的石头。回学校的路上，我计划着拿这笔工资给秦阳买点礼物。毕竟这份兼职是他介绍给我的。我陷入沉思中，不小心撞上了一个人，我连连道歉。抬起头时，我却陷入了呆滞。这个女生是秦阳照片里的那个人。察觉到我异样的目光，她有些疑惑：我脸上有东西吗？缓过神后，我有些赧然：不好意思，我看过你和我男朋友的合照，所以对你有些眼熟。合照？我点点头。我男朋友叫秦阳。他仿佛更迷惑了。我不认识叫秦阳的人。我迟疑了1秒，什么意思？我连忙从相册里翻出秦阳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你看看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他皱着眉，似乎在回忆。半晌，他摇了摇头。我感觉一股热气冲上了我的脸颊，让我面红耳赤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笑了笑，可以让我看看你说的那张合照吗？我垂下了眼，我没有那张照片。或许是这个女生好说话，我鼓起勇气多说了几句，就是一张在饭店里双手比心的合照。她有些惊讶，紧接着她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。是这张吗？我愣住了。这张照片和秦阳手机里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男主角的脸不一样。我有些慌乱。这个女生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解释道：这是我和我男朋友拍的，你看到的是这张吗？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男生的脸不一样。他皱起了好看的眉。那你看到的照片应该是被 P 过的。我表情一僵，沉默了片刻，联想到那个帖子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哪怕再怎么不愿意相信，可事实摆在我面前时，我却有一种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的感觉。这个女生询问了我前因后果，结果发现
她男朋友和我们确实是一个学校，她也的确在国外读书。这次是借假期回来见她男朋友，他们双方的父母关系很好。秦阳能说出这么多细节，可见他认识这个女生的男朋友。这下这个女生也生气了，她告诉我，她叫江一雪，会在国内待一段时间。我们加了联系方式，她说她回去会问问她男朋友认不认识秦阳。我面露苦涩地点点头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秦阳的事情，他反而找上了我。他眼神中带着谴责。王阿姨说你辞去了做家教的兼职。我嗯了一声，他面露不满。好端端的，你辞了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找这个兼职花费了多少精力？你一句轻飘飘的嗯，就把我的心血全辜负了。我揉了揉额头，解释道：王阿姨家太远了，1周4次补课，每次往返都要几个小时，我没法学习了。她不以为意：你成绩这么好，分数少一点多一点又无所谓，以后还有我养你，你担心什么？以前我听到她说这种话，只觉得甜蜜，可现在我却觉得怪怪的。我想申请保研名额，这次期末考试对我特别重要。秦明的表情有些异样。女孩子读这么多书干什么？早点工作，我们才能早点结婚。我家里人不太喜欢一直读书的女生。她语气真切，一副为我们将来打算的样子。可我现在心里特别乱，不知道她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见我不为所动，她眼神一冷：你为了这个不确定的保研名额就要放弃我们的未来吗？我为了你花费了这么多心血，你都能轻而易举地放弃，我还怎么相信将来你会和我继续在一起？闻言，我抬起头看向他，一字一句问道：你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吗？他一愣，有些不耐烦：你又在怀疑什么？你爸妈一点都不重视你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为你打算？你这副样子，也不怪你爸妈不喜欢你。你再这么一意孤行，我也要重新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了。秦阳故作生气地走了，我站在原地低垂着头。从前我鼓起勇气向他倾诉的心事，如今却成了他刺向我的利刃。我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我的心脏，痛得我无法呼吸。我攥紧了拳头。秦阳千不该万不该拿我的家人说事，也不该拿我的真心作为肆意打压我的底气。我很珍惜我拥有的东西，所以哪怕我知道可能不对劲，却还是不肯醒来。如今我的梦碎了，秦阳打压了我，也敲醒了我。我并不是他手里可以随意操控的木偶，只是分手还无法让我解气。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0000根针。整理好心情后，我回到宿舍。江一雪向我发来了微信，约我在咖啡厅见面。我到时，她已经到了一会儿。她告诉我，秦阳是她男朋友的室友，这些照片是秦阳偷偷用她室友手机发给自己的。她以为删了聊天记录就安全了，却没想到平板上登录的微信还有记录。哪怕我早有预想，但在知道秦阳这么卑劣后，我还是感觉到了痛心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告诉了江一雪那个帖子的事情。江一雪义愤填膺：这不就是在泼你吗？这个男的好恶心，你赶紧和他分手吧。我摇了摇头，他有些意外：你不会还喜欢他吧？我垂下眼，抹撒着杯子。我不甘心，我想找到更多证据曝光他。我和他分手，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，相反还能故技重施，继续欺骗下一个女生。我不想再增加新的受害者了。江一雪点点头：你想怎么做？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这种渣男就该被整治。我可能需要向你男朋友询问一些信息。好，
我从江一雪的男朋友口中得知，秦阳家境一般，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有钱，他身边也没有那么多异性好友，更多都是他编造出来打压我的。可笑的是，我竟从未怀疑过他说的任何话，而且秦阳还瞒着我准备申请保研的资料，他对保研名额志在必得。这下我什么都明白了，他给我找的兼职恐怕都是费尽心思挑选出来的，只为让我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。成绩下降后，我自然也就无力竞争保研名额，所以他才会在我辞去家教兼职后那么生气，想尽办法让我打消念头，甚至不惜用分手作为威胁。我强忍着怒气和江一雪告了别，回到宿舍，室友看向我的眼神有些不自然，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抿了抿嘴，小声告诉我：瑶瑶，我刚刚看到你男朋友了。他顿了顿，和一个女生一起逛街。我呀了一声，他有些慌乱，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。佳悦和我做了3年室友，我们关系很好，没有确定的事，他不会告诉我。我抬起头看向他，佳悦，你看到秦阳和谁一起？佳悦打量着我的神情，缓慢说道：隔壁班的许艺艺。我努力从脑子里回想这个人，我和许艺艺平时没什么交集，但我知道她成绩很好，人很漂亮，家里条件也十分优越。佳悦看到我不说话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瑶瑶，你准备怎么做？要说心里不生气是不可能的。我正准备说话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连忙问道：佳悦，你是在哪里看到秦阳和许艺艺的？学校附近，是不是你每次练完舞都会经过的那条街？啊，对。佳悦有些疑惑。瑶瑶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冷笑一声，秦阳就算和别人有什么，也不会这么光明正大的在学校附近晃悠。他做事一向谨慎，能让佳悦看见，说明他是故意的。他才和我发生过争执，说了一大堆打压贬低我的话，自然还需要下剂猛药才能让我低头。他是想借佳悦之口让我知道，没了我，他身边还会有其他优秀的女生。他笃定我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去询问许艺艺，只会一个人胡思乱想。若是我没醒悟过来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忍不住向他道歉服软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在专业群里找到许艺艺的电话号码，拨通了过去。许艺艺有些意外，不过还是告诉我是秦阳主动找他帮忙的。秦阳告诉他我们吵架了，他准备送我一条裙子作为和好的礼物，所以特意找到身形和我相似的他帮忙试尺寸。秦阳平时营造的人设人缘挺好，许艺艺自然会帮忙。到时候我发现误会了他，只怕会十分愧疚。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做戏，我要是不继续演下去，怎么对得起他费尽心思搭的台子？我给秦阳发了微信约他吃饭，他一开始没理我，但我告诉他我给他准备了礼物后，他马上就软和了。见面时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手里的东西，发现只是个耳机后，面露失望。他把买的裙子递给我，我装作一副感动的样子看向他。阿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不准备申请保研了。他有些意外，但又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意。真的？我思考了很久，觉得我们的未来更重要。你会和我一直在一起吗？当然。那你会申请保研吗？秦阳顿了顿，探究地看向我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我垂下头揉了揉衣角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。他露出了一个宠溺的笑容。瑶瑶，你放心，我只喜欢你，我也不会申请保研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，电影院里人流不息。出来时，
我意外发现我提着的袋子落在了电影院，我着急地回去找，却发现袋子里的东西不见踪影。秦阳有些疑惑：“瑶瑶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新买的手机不见了。”手机？对，才买的。今天本来想买张新卡装上去。秦阳眼里露出莫名的情绪，我焦急问道：“你有看到我的手机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装卡，要是被别人拿走了就完了。”秦阳摇了摇头：“我们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找到，丢了手机，我也没心情继续待下去了。”秦阳便送我回寝室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收起了脸上的沮丧。我知道手机是秦阳拿的。江一雪的男朋友告诉我，秦阳可能手脚有些不干净，他们寝室偶尔会丢一些东西，但总是找不到证据。联想到秦阳身上总会出现的一些贵重物品，我确定了几分，所以我特意买了秦阳心心念念的最新款手机，故意不小心展示在他面前。吃饭时，我中途离席了好几次，他都没有动手。看完电影后，我故意离场不拿走袋子，或许是想要那个手机，也或许是怨恨我明明可以送他手机，却只送了个耳机。他想要报复。这次他终于按捺不住了。看见秦阳回了宿舍，我重新回到了电影院，要求查监控。监控录像显示，在离场后，秦阳假借上厕所之名回来了一次，拿走了袋子里的东西。我保存下了证据，我在那个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。秦阳若是使用那个手机，一举一动我都能看到。这几天，他总是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劝阻我不要报警。他说破财消灾，没准这个手机替我挡了什么霉运。我也装作被他说服的样子，老实认栽。见我不再记挂这个手机后，他开始偷偷使用起来。他喜欢逛各种论坛，在别人的提问下头头是道地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尤其爱宣扬他那套破大法。有人追捧，他就会多分享一些经验；有人谴责，他就会晒出他的战利品。他很谨慎，炫耀完后又会定期删除，让别人找不到他更多信息。他的每条言论我都会截图保存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发现了他和多个女生网恋。我尝试过联系他们，有的女生在我委婉暗示后发现了不对劲，拉黑了秦阳。但有的女生对秦阳特别信任和依赖，我怕打草惊蛇，适得其反，便没有直接说明真相，而是作为网友不断和他们交流。毕竟曾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证据，我也无法相信，或者说不愿意相信。渐渐的，我发现这些女生都有相似的地方：性格内向，家庭不幸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缺爱，所以才容易被秦阳欺骗拿捏。可这不该成为我们被选中、被泼的理由。秦阳这段时间忙着给自己填充项目经验，我几次约他，他都找借口推掉了。等到手上的事情忙完后，他又开始拐弯抹角地询问我身边的人，我这段时间在干嘛，生怕我背着他准备申请资料。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似乎是觉得胜券在握，他开始对我冷淡下来。我通过聊天记录发现他最近和许艺艺走得比较近，但许艺艺很有分寸，从不会主动和他聊天。面对他的出格行为，他也不接招，反而有时会委婉地提醒我，秦阳在许艺艺这里碰了壁，又开始接近另一个家里有钱的女生，一副打定主意找下家，要和我分手的样子。眼看着收集的证据差不多了，我带着佳悦堵在了秦阳和那个女生一起吃饭的餐厅里。秦阳看到我，神情空白了几秒后有些慌乱，他想把我拉到一旁，却被我狠狠扇了一巴掌。
清晰的五指印浮现在他的脸上。他瞪大了眼，似乎是没想到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扇他。他强忍着怒气质问我：“你做什么？”何瑶，我冷笑一声，又给了他一巴掌。扇第5下时，他拦住了我，目目圆睁：“你疯了！”我遗憾地收回了手，冷冷地看向他：“你说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不申请保研名额，让我也别申请。为什么我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你的申请资料？难道你说的那些话都只是为了让我放弃申请？你好竞争这个名额吗？”秦阳脸色一僵，眼神有些闪躲，似乎在思考怎么搪塞我。趁我和秦阳说话的空隙，佳悦走到那个女生面前，轻声解释。那个女生的神情愤怒起来，她冲上来给了秦阳一巴掌，又把秦阳送的花摔在地上，大骂一句渣男，就气冲冲地走了。秦阳想追上去，却碍于我在一旁，他可能也没明白为什么他特意挑选了一家离学校很远的餐厅，还会遇到我。周围人议论纷纷，大家向秦阳投来了异样的眼光。秦阳有些受不了，他想快速拉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却发现我根本不动。他低声说道：“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先出去好吗？”我抬高声音：“有什么就在这里说，你别想哄骗我了。”他脸上出现了一丝难堪和恼怒：“我家里人想要我出国，如果我不申请保研，我就没办法陪在你身边了。瑶瑶，我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”佳悦呸了一声，面露不屑：“秦阳，你说什么大话呢？你室友告诉我们，你们家根本就是普通家庭，怎么可能会让你出国？你就是想哄骗瑶瑶退出名额竞争，你好上位。而且你手机里那张和别人的照片，也是你偷的室友的照片，把自己的脸 P 上去的，聊天记录也是伪造的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不仅撒谎成性，卑劣下贱，还勾搭其他女生，桩桩件件，哪一个冤枉了你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”条理清晰。我在心底给佳悦点了个赞。秦阳的脸色涨得通红，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运筹帷幄，把我死死攥在手心，却没想到还有被我拆穿斥责的一天。眼看着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，我便知道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。我看向秦阳，眼里闪过一丝厌恶：“秦阳，我们分手吧。”说完，我拉着佳悦转身离去。很快，网上就流传出了我和秦阳在餐厅的视频。从我们的对话中，网友分析出了很多内容。秦阳成了被群嘲的对象。我特意把这个视频发给了秦阳的网恋对象，这下他们再怎么不愿意相信，也没法欺骗自己了。我把他们拉进了一个群，群主是一个曾经遭受过严重迫的女生，所幸她挺了过来。她见这个群是为了帮助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女性，我在最痛苦、最无助的时候受到了他们的帮助，我也有义务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秦阳看到网上的视频后，一直按兵不动，直到看到学校的保研名额没有他，有我后，他破防了。他在宿舍楼下堵住了我：“你不是说你没有申请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你还说那张照片是你的呢？”他握紧了拳头：“何瑶，你真是好样的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你想操控舆论，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走了。被我摆了这么一道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比我想象中更加无耻。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，言辞真切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他说他不该欺骗我，也不该在知道我家条件不好的情况下，劝我放弃保研名额，早点工作。所幸我没有听他的话，自己偷偷申请了。
他感到抱歉中又有些庆幸，整个过程避重就轻，美化了自己欺骗的动机，丝毫不提出轨的事情，甚至他还引导别人胡乱猜测我的兼职。网上流传出了一张我出现在 KTV 门口的照片，也有女主和我长相相似的某某视频。一时之间，舆论从他欺骗出轨变成了我这种长相也能做这种勾当的调侃。还有很多故作清醒的大聪明出来说秦阳不是好东西，我也不是。他们认定这只是一场狗咬狗的笑话。不少人向我的学校举报我品行不佳，要求取消我的保研资格。事情越闹越大，我一出门就能收获很多不怀好意的打量。还有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不断发短信询问我一晚多少钱。他们甚至不需要证据，只要将我打上桃色新闻的标签，我就仿佛成了他们可以随意评价和买卖的货物。连学校都派人来向我询问，如果这件事情解决不了，很有可能我的保研资格就会被取消。江一雪和佳悦替我急得团团转，他们在网上替我说话，却被打上了同行的标签，这恐怕就是秦阳的目的。他觉得女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性和生育上，只要他抹杀了我这方面的价值，我就会受到所有人的谴责，被大家唾弃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愚蠢和狭隘也会成为刺向自己的致命一刀。秦阳对网上的风波很满意，只要再发展下去，他就能美美隐身。他甚至特意在学校里堵住我，向我嘲讽：何瑶，你认清现实吧，你是斗不过我的。你的父母应该也会很快就知道这件事情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做这种勾当，你猜他们会不会很生气？会不会恨不得从来没有生下过你？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表情从最开始的挑衅变成了恼怒。我冷冷地说道：秦阳，是不是谎话说多了？你自己都信了。我有没有做过那些事情？谁造的谣？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他脸色一变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传言不会空穴来风。你自己要是没有问题，怎么会有这种传闻？你还漏说了一句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对，还有这句。我冷笑一声，狠狠扇了他几巴掌。你现在还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吗？他怒火中烧，想还回来，却看到旁边有人，只好又忍了回去。最后愤恨地看着我，我看你还能笑多久？我不知道我能笑多久，但他马上就要笑不出来了。我做了一个88页的 PPT， 把他在各种论坛里的破迷惑发言截出来放了进去，里面甚至还有他花钱买水军造谣我的聊天证据。群里的姐妹为了帮我，将秦阳和他们的聊天记录发给我，作为证实他脚踏几条船的证据。PPT 一出，秦阳出名了，有这些证据在，他以后别想哄骗打压任何一个女生。犹嫌不够，我还报了警，控诉秦阳造谣诽谤我。秦阳现在慌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截图。他思来想去，怀疑到了自己的手机上，找到了监控软件后，他像是抓了我的把柄一样，冲到我面前，要求我澄清网上的言论，并告诉别人那些证据是伪造的，不然他就要告我侵犯他的隐私。我气笑了，秦阳，你要不要想想自己在说什么？这个手机到底是谁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在自己手机上装监控软件，怎么违法了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里？他一顿恼怒起来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手机是你的？他笃定过了1个月，我拿不出证据。当我把电影院的监控视频甩在他面前时，他愣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知道不报警的话，
电影院不会给我看监控录像，所以当初他才会极力劝阻我不要报警。他有充足的自信，认定我会对他言听计从，却不成想这家电影院是江一雪他们家开的，查一个监控录像对我来说很容易。秦阳脸色铁青，他所有的盘算都落空了，并且他还面临法律的制裁。这件事情引起了网上的热议，有人在反思，为什么给一个女性泼脏水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？只需要一张图片，一个被 P 过的视频。为什么男性拥有桃色新闻，别人就会觉得他有本事，而一个女性在拥有这种传闻后，就会被大家所不齿？为什么流言蜚语会传播得这么快？好似大家在网上突然拥有了一种可以评判他人的隐形权利，便将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肆无忌惮地使用出来，满足内心想要操控支配的欲望。也有更多人知道了什么是三角测量法，知道了原来自己长期处于被迫的状态中，被故意制造和同性的矛盾，情绪大起大落，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。任何让自己情绪变糟糕、心态崩溃、身体变差的人都该远离。学校考虑开除秦阳，秦阳的爷爷奶奶找到了我，他们拉着秦阳在我面前下跪恳求原谅。看着两个满头银发、一脸淳朴的务农老人，我陷入了沉默。我很同情两个老人，但我无法原谅秦阳，也无法替那些被秦阳伤害过的女生原谅。秦阳被关了进去，留了案底。出来后，学校也根据相关规定将他开除了。因为他的事迹，他现在人人喊打，不敢出门，只能待在家里。江一雪出国前约了我见面，咖啡厅内，他祝贺我获得了保研名额，并远离了渣男。继而又眨眨眼，告诉我他找人把秦阳打了一顿。我一愣，笑着问道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“太爽了，我早就想做这个渣男了。”瑶瑶，谢谢你，不是你的话，我还不知道秦阳拿我的照片去做什么恶心的事情。我弯了弯嘴角，是我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他的出现，我或许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被打压，被操控，永远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循环中。大4时，我成功收到了心仪学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，即将踏入新的校园，拥有新的人生。我将我的事迹分享在群里，鼓励那些和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女孩鼓起勇气去反抗。拥有不幸的原生家庭不该成为被他人盯上继而扑的理由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爱自己，接纳自己的所有，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。爱自己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